令公，这是何意？此门曰明德，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请傅义侯移驾别宫。令公，要横加阻拦。朝廷礼制，此门只得元正日开，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。今天距离元正还有3日，尔等当真要进？哎，纵使此门不得入，一公之事势在必行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，自认祸端。金花银枕乃我朝圣物，非禁足宗亲不可得。冯公如何得来？数载之前，出使上京，有人所赠。陛下所赐，还不快快下马！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，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？天子，请你家傅义侯暂居开封府衙，以待天子驾临。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，但是人老了，背会了，也啰嗦了，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。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，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，此人是请不了罪的。请官家更衣。侯爵是从3品，降沙符，通天冠，僭越了。官家恕罪，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3品肤色。莫再叫我官家，官家永远是官家。邯郸旅客，一梦黄粱，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。今日才知各种滋味，也罢了，就穿这身衣服便是。朕的黄粱饭熟了。自此天下再无大晋。
疏密桑相公，宣回孟相公，举家罹难。阁门使高勋的叔父幼弟，于昨夜死于兵灾，暴尸街头。相国寺施行大和尚也被乱军所害，连同在寺内避祸的1000余僧俗，无一人幸免。10日来，因战争罹难的军民总数不过3000，仅昨夜一夜之间，死于兵灾者竟高达18000余众。这还只是见着尸首的，未见尸身的未计入内。你是光化2年生人吧？是，末将是光化2年6月生人。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？老儿倚老卖老，咱们就这么由着他。此人惯会弄吃坐台，释放了这许多天子，遂为3朝元老，谁也奈何不得他，可谓是不知死。此人与陛下有所旧议，唯有陛下可处置之。都去了。灵公，何成文武公卿都去了，各国使节呢？一并去了。可吴越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。钱家9郎，他这是疯了吗？人要真疯了，便不会如此了。石家的江山跟他钱家有何干系？连汴梁自家都不及，他以吴越国的王子，又有何看不破？他今日不去，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？但愿不会吧。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恭迎陛下，恭迎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。
称病未治。冯令公朕是知道的，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王，言之有辱陛下清平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钱元贯诸子以弘字虚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石重贵，如可知罪。孙楠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翁皇裁断。此要拿来劳军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？肉袒牵羊，衔璧于谶，盈于郊野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楠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定，敏感五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楠岂敢？孙楠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。正位大宁宫。孟真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邑诸部落，公帐、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事关邦交，角郎，你不该任性啊！一字萧关起战臣，河黄隔断忆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这是前朝奈汝居士的诗。司空图一介吃完老儒，无钱无兵，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。而我吴越，纵横12郡州，代价10余万，便这样，就向契丹俯首称臣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你这个比喻啊，不伦不类。后唐李家尽是实事，都是沙陀人，都是胡儿，反倒是那个朱全忠，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。国家大势如此，礼崩乐坏已近100年，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呐？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？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，数十年没有改变过。别说我等要称臣，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。哼，又是势大，又是势大。九郎，这是吴越国事，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。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？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，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。那你去劝劝他呀，你跟他说国事如此，
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。唉，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，尽是这些大道理。这世上的事儿，若都是循着道理来，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？陈娘，这事你不懂，不要乱插话。我是不懂，可我觉得阿娘懂。若是阿娘在此，你觉得她会怎么做？喝不喝茶？喝。令公何苦于此事闹义气？谁说我在闹义气？桑相公罹难，令公心中悲愤。这些下官都理会得，只是如今，毕竟国事当前，令公不出，中外难安。我们这一辈人，哪有闹义气的福分？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，烧了户册，当堂怒斥张彦泽，是在闹义气？难道不是？活人才有义气之争。我和桑国乔10年前便已是死人了，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？张彦泽的中军，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？公卿府上都有走动。何人亲自前往？或遣仆役，或知厚礼，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。他今夜于衙中置酒，便请朝中公卿文武，无一人赴宴。桑国乔死得好。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，他们说的都对。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，我在这儿做乏了，便下去睡了。我也不用人伺候。你好大的颜面，谁是来伺候你的？不想去便不去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？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水秀公和三哥说的是对的。这是国事，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、法度，容不得谁肆意任性。可我就是想不通，这天下的大事，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？仁义没了，纲常也没了。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，说死就死；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，如今牵着羊，披着发，跪在尘埃里，任人羞辱，任人踩踏。明明是通衢大道啊，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。那些恶贯满盈之人，封侯、拜相，权势滔天；良善之家，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。水秋公说这是国事，三哥也说这是国事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什么样的国事能叫是非都颠倒了，善恶都翻转了？狗屁国事！军医桥街、西角楼大街这4个街口得派人把守，随时警示。我们会在军医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肤色，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。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，
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今夜苏卫府衙的是张义军，内衙第一指挥，副指挥使叫张苗，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。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。衙中苏卫口令：长安天子。我们共有181名死士，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。动静一旦闹大，2刻之内，必有3到5个指挥来源。故而务必一击得手。站住！做什么去？杀贼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？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脚跌死？国事如此，尽力而为有错吗？国事？你也配言国事？押上来！就你们10几个毛头小子，带着区区的181个人，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从中，趁夜去取一个鸡年上将当朝太尉的首级？我看你是发烧，烧坏了脑袋！阿爹，住口！你们自左藏拖回来的那些粮船，叶下兵进城多日，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，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。这样的蹊跷，张太尉，一个多年的老将，他会看不明白吗？你们是当这些魏伯牙兵都瞎子吗？连你爹我的这一双眼睛都瞒不过去，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？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，便是给你18000人，今日也只是个死字。明日一早，去给令公请罪。起来，起来！跑出门就可以回家。太尉，没人出来。盯了整整1夜，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，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。船呢？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，无人来取。罢了。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？楚国夫人丁氏。今日午间之久，叫他出来陪一下。太尉，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。此间只有傅义侯，哪里来的皇长子？
令公，回来了。是。既然还活着，便做事吧。随你守卫府城10日的战没伤残之将士，尚未得抚恤；有功的将佐军卒，亦不曾褒奖。他们的妻儿子嗣、高堂老母，或许尚在，亦或许罹难于兵乱。逝者已逝，他们可以歇歇了，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。令公，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？后生，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武不能定祸乱，文不能治太平。所行所为，大多都是无用的。有用的，无用的，终归要有人去做。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又是一回事。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？当做。当做则做。